我靠，这里是哪儿？这地方低成本恐怖片片场？改到第3版了，这甲方是属泥鳅的吧？划来划去没完没了。这月加班再逮着不罚，我真要掀桌子了。合着我加班猝死，穿到这个同名同姓的倒霉蛋身上了。这原主也够倒霉的，初中没毕业就辍学打工，干了3年，工资全上交爹妈给弟弟买房娶媳妇儿，合着就是个人形 ATM 啊！每个月4500工资，4000打回家，自己留500吃饭加房租，这爹妈是吸血马萌成精了吧？合着生女儿就是用来当血爆炸的，原主也太怂了，换我能让他们拿捏？既然我穿越过来了，姐妹你就放心去啊，你的好日子我帮你过。神级提示系统已绑定，宿主生命体征平稳，首次关键提示即将发布。谁在说话？熬夜还有后遗症是吧？前方绿化带后，江辰首富突发心急，救下此人可改写一生轨迹。不是吧？还真有系统金手指啊！开局就送救命恩人剧本，万一是新型诈骗怎么办？算了，听人劝吃饱饭，真要是首富，救了总没坏处。我勒个洞，还真有人！我去，还真有人晕这儿了，这系统感情不是忽悠我的。大爷，你可得撑住啊！我刚穿越，可不想刚开局就背上人命官司。你要是真什么首富，回头可得给我报销医药费啊，多了我也不要，意思意思就行。行，你这么有钱，福大命大，肯定没事的，坚持住，我这就想办法给你送医院去。口袋哦，救心丸是不是？大爷，你这情况得赶紧去医院，这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等120过来，黄花菜都凉了。我去，什么年代了，还有人用这玩意儿？我奶都不用了。不行，我去路边拦车，碰上好心的，说不定能捎咱们一段。不是吧？这么偏的吗？连个网约车都没有，再等下去大爷真要扛不住了啊！来了，可算来车了！你不要命了？大半夜站马路中间拦车，找死啊！帅哥，让我搭个顺风车呗。神经病，走！哎，别着急走啊！不是我要蹭车，是有个老爷爷突发心脏病晕在公园里了。爸，把后门打开，副董事长上车。是顾总。我去，这么巧，合着我直接拦到正主头上了。哎呀，这运气我该去买彩票的。我还没上车啊！小姑娘，快过来坐。这次真是多亏了你，我这条老命算是你捡回来的。大爷您太客气了，举手之劳而已，您没事就好。景琛，去拿张支票过来，填100万作为谢礼。100万？不多，我这条命值这个价。哎，别写，使不得。大爷，这钱我真不能要，我就顺手的事儿，又没费多大劲，拿您100万，我晚上睡觉都得梦见财神爷追着我骂，说我不劳而获折寿。你这小姑娘倒是有意思，别人碰见这种事儿，巴不得多要一点，你倒好，拼了命往外推。那哪能一样啊？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靠自己双手赚的钱，花着踏实，睡觉都香。您这钱太贵重了，我接不住。那你说说你想要什么？只要我能办到的，都可以答应你。也没啥特别的，就是我刚到江城，没地方落脚，也没稳定活计。您要是真觉得过意不去，就帮我找个包吃住的正经工作就行，流水线服务员都成，我能吃苦不挑活。我老伴儿走得早，走之前就一直念叨想要个小女儿，可惜我命里没这个福分，生了3个臭小子，一个比一个不省心。
小姑娘，我看你性子敞亮，人又正直，特别合我眼缘。你无依无靠，我也缺个贴心的女儿。你要是不嫌弃，就当我的干女儿，怎么样？啊，干女儿，我爸，您太草率了，你们才认识她的底细，人品什么都不清楚，随随便便就认干女儿，传出去像什么样子？我看人不会错，这孩子眼神正，比那些满肚子算计的人干净多了。豪门干女儿，这剧本展开也太快了吧！我就想找个包吃住的工作而已啊。接受认亲无分线，可获得稳定安全落脚点。我的个乖乖，还有这好事！要是真站稳了这干女儿的身份，那我的好日子不就来了吗？谁还当牛马？牛马？不是，大爷，没逗我玩吧？哈哈哈，好，那就这么定了。哈哈哈哈哈！我的妈呀，这是家还是公园啊？这院子比我以前整个小区都大吧？就这草坪，剪一次得不少人工费吧？物业费不得交上万啊！万恶的资本主义啊！以前只在电视剧里见过，这回亲自沉浸式体验了。大少爷，林小姐，欢迎回家。您的房间已经收拾好了，在2楼东侧。哎，你好，麻烦您了。林小姐，您穿拖鞋就好，地上凉。没事，我脚干净。这拖鞋看着就贵，我怕给踩脏了不好洗，洗坏了更赔不起。叔，这沙发能坐吗？林小姐，您说笑了，沙发就是用来坐的。还有，您喊我老张就行。好嘞，张叔。这一盏灯1个月电费得抵我以前半个月工资吧？资本家的日子也太奢侈了。这是我2弟顾锦瑜，3弟顾锦然、林婉2人的干女儿，以后住家里。你好。可以啊，爸，出门一趟还捡了个妹妹回来，这是从哪儿捡的？大哥好，二哥好，三哥好，我叫林婉，平时绝对安安静静的，你们就当我不存在就行，保证不打扰各位。你们聊，我去公司了。平时我大多在医院，在家时间不多，有事留言就行。可以啊你，我爸眼光多挑的人，居然能让他认干女儿？说说，你是不是早就打听好他的行踪，特意蹲在那儿演的英雄救美啊？三哥说笑了，我要是有那未夺先知的本事，还不如去买彩票呢，不比认干爹赚得多。有点意思。行吧，你爱住就住，不过我可提醒你，你最好安分点。好家伙，一家子精英开了挂了，3个帅哥各有各的帅法，就是脾气一个比一个难搞。大哥脸臭的像欠了他几百万，二哥看着温柔，实则凉飕飕，三哥这眼神跟看猴似的。喂，哪位啊？不知道本小姐在忙着享受人生啊。好啊，死丫头敢这么和我说话了，上个月的工资呢？怎么还没发过来？怎么还没打过来？你弟他要买新手机差3000，你今天必须给我凑齐打过来，听见没有？哟，我当是谁呢？工资什么工资？我凭什么给你打钱？你说凭什么？我养你这么大，你赚的钱就该归家里。你弟买手机娶媳妇都要钱，你当姐姐的不该出。我18岁辍学打工，这些年赚的钱全给了家里，够还你那点养育成本了。而且林浩都成年了，买手机娶媳妇是他自己的事儿，我又不是他的提款机，想要我的钱没门。好啊，你个死丫头，翅膀硬了，你给我等着，我迟早找到你，看我不撕烂你的嘴！什么东西，还想吸我的血？做梦去吧！原主怂，我可不惯着你们这臭毛病。
林小姐，这是大少爷按老爷的吩咐特意给您送来的零花钱，没有额度限制，您平时日常开销直接刷就行。我去，张叔，这卡我不能要。可是林小姐，这是老爷和大少爷的心意，您不收的话，我没法跟大少爷交代啊。没事儿，我会和大哥说，你帮我还给大哥就行。谢谢干爹和大哥的好意，钱我自己能赚，就不麻烦家里了。对了，我出门一趟，晚上回来。顾总，按您的吩咐，黑卡已经送到别墅林小姐手上了。收下了？应该是的，张管家亲手送过去的。哼，结果还是为了钱。盯着点他的消费，看看拿这钱都干什么了。别让他打着顾家的旗号出去惹事，丢顾家的脸。是，顾总。林婉，你还敢来？今天上午说不来就不来，连个假都不请，眼里还有没有厂规了？厂规写的明明白白，无故旷工半天，扣3天工资，全勤奖200，直接取消。还有上周你打包弄坏3条纸盒，材料费扣100，上个月出的次品分摊到你头上扣200，你自己算吧，这个月工资扣完都不够，还道歉厂里50。赵老板，你这扣钱的名目比超市价签还多。我上个月连轴转加了20天夜班，加班费1分没给，工资拖了半个月不发，现在就旷工半天，你倒好，直接给我算成倒贴了。合着我天天累死累活，还得倒给你钱是吧？想要全额工资也不是不行。婉婉啊，你说你长得这么标致，天天在厂里打包多屈才，晚上陪我去跟客户吃顿饭，喝2杯哄客户开心了，不仅工资全额给你，我额外再补你500块奖金，怎么样？赵老板，说话就说话，别动手动脚的，工资是我劳动应得的，吃饭陪酒你找别人去，我嫌脏。给脸不要脸是吧？在我这地盘上，我说不给就不给，你能奈我何？有本事你去劳动局告我啊！我告诉你，你今天不答应，这工资你1分钱都别想拿到。以后江城的工厂，我看谁敢收你！系统提示：右侧上锁抽屉内有该公司3年偷税漏税账本、老板手机相册，存有多张偷拍女工的照片，锁屏密码为801230。赵老板，我劝你还是把工资结了比较好，不然你这抽屉里藏的那几本内外账，做假账偷税漏税3年，少说也有几10万吧。还有你手机里存的那些偷拍女工的照片，要是一起送到税住局和派出所，你猜你得蹲几年？你胡说八道什么？你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的不重要。对了，你锁屏密码是801230对吧？要不然我现在点开你手机，给外面车间的姐妹们念念你都存了什么见不得人东西。别，误会，说的是误会。林婉啊，工资马上给你结，加班费也一起补上，1分都不少你的。你点，4500，工资、加班费全在这儿了。而且叔看你平时工作认真，自作全伤，多给你发500。我只拿我应得的，不该拿的我1分不要。既然钱已经拿到了，那我走了。再见。哦，不对，再也不见。是，你慢走。呸！死胖子，长得丑，想得美。不行，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越想越气。喂，你好，我要举报。这玩意儿跟块砖头似的，跟大哥大有的一拼，除了接电话啥也干不了，连扫码支付都费劲。原主也太惨了，赚的钱全被搜刮走，连个新手机都买不起。你好，小姐，你有什么需要？你好，给我拿款这个。刚到手的工资还没捂热乎就花出去了，牛马的日子好心酸啊。没事，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有了智能手机，以后找工作、搞副业都方便。花出去的钱迟早能赚回来。顾总，林小姐今天下午先去了城郊的日用品厂，待了半个多小时出来，之后去了手机卖场买了一款智能机。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大额消费。
午饭只在路边买了2个肉包子。就只买了个手机？是的，林小姐全程都在评价区域活动。算她还有点分寸，没拿着顾家的钱乱挥霍。继续盯着，有任何异常立刻汇报。是，顾总。林婉，果然是你这个小混蛋！好啊，你个小贱人！我说怎么找不到人，原来躲这儿被有钱老头包养了。年纪轻轻不学好，干这种丢人现眼的事儿，你对得起我养你一场吗？是啊，姐，要不是我和妈碰巧看见你，不然我们都还不知道。包养？你是村口狗血剧看多了吧？脑子里天天装些乌七八糟的东西，看谁都像走歪路的。我凭本事住的地方，怎么到你嘴里就变味儿了？你嘴这么臭，是不是早上没刷牙？姐，就别装了，都住上大别墅了，还说什么你弟弟我现在连个新手机都买不起，你赶紧拿2万块给我，不然我们就进去找你那金主评评理了，看他愿不愿意帮你养弟弟。林浩，你四肢健全，脑子没病，天天不想着上班赚钱，就知道啃姐姐，真是老母猪穿胸罩，一套又一套。想要钱自己赚去，别跟我这儿要饭。哎呦，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辛辛苦苦养了10几年的女儿，攀上高枝就不认爹妈了啊！他弟弟要读书娶媳妇儿，他1分钱都不肯出，自己躲在大别墅里享清福，这是要逼死我们一家子啊！哎呦我去，道德报价我是吧？咱们算算账。我18岁辍学打工，3年来每个月工资4500，4000等打给家里，自己留500吃饭。逢年过节额外给红包，前前后后加起来14万多了。别说养我，养3个你就够了。现在我刚出来独立，你们就追上门要钱，到底是谁逼死谁？上车。好啊，小贱人，还敢躲！以为躲进去就完了？我明天还来，天天来躲！我就不信他一辈子不出来。他不拿钱，我就堵在这儿骂，让这别墅区的人都看看他这是什么货色！妈，你喊有啥用啊？保安拦着我们又进不去。进不去怕什么？他总得上班出门吧？我们去他上班的地方，总能逮到他。等抓住他，非得让他吐个10万8万出来不可。我就不信他真能看着亲弟弟不管。今天门口那2人是你家里的人？是我妈和我弟弟找过来要钱的。我不管你们家里有什么恩怨，下次不准把人引到别墅区门口闹事。顾家来往都是江城名流，这种撒泼闹事的场面传出去，整个顾家的脸面都会受损。我没主动引他们，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会出现在那儿。我不想听过程，只看结果。以后管好你的家人。我知道了，以后我尽量避开，不会再给家里添麻烦。今天叫你们3个过来，有正事说。婉婉是我救命恩人，我已经正式认她做干女儿。从今往后，她就是顾家正经大小姐，我们是一家人。你们3个做哥哥的，往后凡事多照看她。知道了吧？我清楚分寸。婉婉，我打听好了，景然就读的民办综合高中师资不错，你辍学太久，正好回学校补文化课，明天就让景然带你去学校报到。真的吗？谢谢干爹。啊，我带啊。行吧行吧，我去就我去。你们都各自忙去吧，记住我今天说的话，好好对待婉婉。婉婉，你别介意，他们3个就这样。没事，我都理解，我会改变哥哥们的。你这身行头是去上学的？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顾家破产了。我这是朴素接地气，
我就是去报个到，穿那么隆重干嘛？又不是去走红毯。三哥，你这车也太闪了，开去学校门口，我怕被人当动物园的猴子围观。放心，三哥带你见世面，保证让你成为全校最靓的仔。坐稳了。顾景然，本小姐发誓再也不坐你的车了。接着，爸给你准备的，里面课本、文具都齐了，省得你再花那冤大头的钱去买。干爹真是亲爹啊，连这都想到了。不行不行，林婉，稳住，咱是来学习，不是来当大小姐的。顾少，您来了。这是新转来的学生，我爸打过招呼了，我带他去教务处办手续。是，您请，您请。哎，那不是顾三少吗？他今天怎么来学校了？旁边那个女的是谁？不认识，穿的好土，不会是来找顾三少表白的吧？表哥，你走慢点嘛，人家第一天来好紧张呀，这学校好大呀。你搞什么？还你的。表哥最好了，快带我去吧，人家迫不及待想上学了呢。顾景然同学，真是难得，今天回来上课了。李老师，我爸让我带个人来报到，这是林婉，新转来的插班生，以后就在您班上上课了。哦，就是顾董打过招呼的那位同学吧？进来吧。李老师好，我叫林婉，以后就麻烦您了。表哥，记得等我一起回家哦。回什么家？我下午还有局呢。你自己上完课，让家里司机来接你。好好学啊，别给顾家，别给我爸丢人。小样，和本小姐斗，你还嫩着。安静，这位是新来的转校生林婉，大家以后要互相帮助，和睦相处。林婉，你做个自我介绍吧。大家好，我叫林婉，以后就得拜托各位老师同学多多关照了。好了，林婉同学，你先坐到最后一排靠窗的那个空位上吧。好的，谢谢老师。我们准备上课。后排抗窗，王的故乡，我果然拿的是女主剧本。喂，你刚才是和顾景然一起来的，你跟他什么关系？喂，问你话呢，你跟顾景然到底什么关系？没见我喊他表哥吗？我就他远方表妹，不熟。你少来，顾家的亲戚我都了解过，从没听有你这一号。你该不会是看他家有钱，想方设法攀上来的吧？我劝你啊，趁早死了这条心。顾三少可不是你这种人能高攀得起的。哦，我看出来了，你喜欢喜欢顾景然？你胡说八道什么？谁喜欢那个吊儿郎当的？那你打听他干嘛？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暗恋他呢。放心吧，我对他真没兴趣，而且我友情提醒你一句，喜欢他那款的，心都挺累的。花钱如流水还爱玩，你不如找个踏实点的。你懂什么？顾三少那是潇洒不羁。算了，跟你这种土包子说不清楚。反正你记住，离他远点，不然有你好看的。唉，又一个被美色迷惑的可怜小姑娘。这顾家的男人果然是红颜祸水啊！这男人有什么好的？一点都不懂得人生的真谛，人生就他妈2字：搞钱。男人只会影响我搞钱的速度。唉，不对啊，干爹给我安排进学校了，我怎么搞钱？我去，这不老太监上青楼有心无力了吗？林婉，你怎么了？从刚才开始就一脸便秘的表情。你不懂，我在思考一个关乎我生死存亡的哲学问题。什么哲学问题？
我一个热血沸腾、立志要搞钱搞事业的现代独立女性，被我安排进了这所全封闭式管理的贵族学校，吃住不愁了。但我也彻底失去了搞钱的时间和渠道。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成了被关在笼子里的金丝雀，失去了飞翔的自由。我这颗充满商业头脑的心脏，它憋得慌啊！我还以为什么大事呢，没钱了就找家里要呗，多大点事儿啊？那不行，我林婉是那种靠别人养的人吗？花别人的钱，腰杆子都挺不直，我得自己挣。哟，我刚没听错吧？顾家表妹居然在筹钱？怎么，顾家那么大个宅子，连零花钱都舍不得给你？还是说你这个表妹根本就是冒牌货？顾家压根就没把你当自己人。赵大小姐，你这么关心我的钱包，要不你支援我点儿？哼，我凭什么给你钱？不过嘛，看你这么可怜，你要是来当我的小跟班，我可以把平时不要的东西施舍给你。谢谢赵大小姐操心，不过我没什么兴趣。我的脑子是用来赚大钱，当跟班的话太浪费了。赚大钱？就你？行，我等着看你赚什么大钱。狗眼看人低，不行，我非得搞出点名堂来，打肿他的脸。你前桌同学的同桌陈思远的篮球队近期急需通过特殊渠道购入限量联名球鞋，当前合作渠道方供货不稳定，他急需更可靠的货源。顾振海名下投资公司恰好持有该潮牌母公司12%的股份，可通过正规内部渠道拿到优先购买名额。你又怎么了？一惊一乍的。姐妹，你信不信我马上就要开启人生第一桶金了？你说啥？有事儿？同学，我听说你在找限量球鞋的渠道。你怎么知道？那你别管，我家里有人能拿到那款联名的内购名额，保真保新，价格比外面黄牛公道。你有兴趣的话，咱们可以聊聊。你真能搞到？那款鞋全球就500双，我托了好几个人都没抢到。你一个刚转学来的，能有这路子？你别管我怎么搞到的，你就说如果我能拿到，你收不收？什么价？你要是真能搞到，一双我加价5000收，有多少要多少。我们整个球队都在等这双鞋，本来约好了一起穿去打世赛的，渠道那边突然断了，全队都在发愁。加价5000，一双？对，只要你拿得到，直接转。成交，等我消息，最晚后天给你答复。一双加5000，要是有个10双8双的，那不就是几万块到手？这贵族学校果然遍地是黄金，还得是我会捡，我真是个天才。干爹，我能跟您说个事儿吗？说吧，什么事儿这么郑重其事的？就是我听说您名下一家投资公司好像持有一个潮牌母公司的股份，这事是真的吗？你消息还挺灵通，是有一家投了点小股份，怎么了？你对这个感兴趣？我学校有个同学，他们篮球队急需一批限量联名球鞋，外面渠道断了，加价都买不到。我就想，能不能通过咱们这边的内部渠道拿几个购买名额？不白拿，我同学按市场价加价5000一双收，赚的钱我一分不留，全归干爹。你刚入学几天，就开始拿顾家的资源在外面做生意了，你知道这是什么性质的事吗？大哥，我这不叫拿顾家资源做生意，我是发现了一个需求，然后找到了一个合法的解决方案。干爹的公司持有股份，内部渠道拿购买名额是企业正常的员工福利和客户权益，我不偷不抢不违规，而且这单生意我纯粹是牵线搭桥，赚的钱我也不私吞。你倒是会算账。我会算的账多了去了。大哥，你要是有兴趣，回头我可以帮你看看公司财务报表有没有漏洞，免费的。婉婉啊婉婉，你让我说什么好？像你这个年纪的孩子，要么跟家里伸手要钱。你倒好，给钱给家里的，
干爹您别这么夸我，我都不好意思了。我就是觉得做人得拎得清。您给我地方住，给我学校上，我已经欠您很大人情了。再拿您的资源去赚自己的钱，那不成白眼狼了吗？你这个小滑头会说话，不过这个忙我帮，但赚的钱你自己留着，干爹不缺这点钱。真的，谢谢干爹。不过钱必须给干爹，我就是过个手瘾，赚个成就感。好啦，干爹让你拿着就拿着。别在外面打着顾家的旗号招摇，出了事没人替你兜底。放心吧，行了行了，时候不早了，赶紧上去休息吧。谢谢干爹，我保证这笔钱我不会乱花，一定用在正道上。这小丫头有点意思。喏，看看5双，官方价，下周3到货。你之前说的加价5000一双，还算数吧？我靠，你真搞到了，5双还是官方价？包的，小意思。你先别激动，我托人加价8000都抢不到1双，你居然搞了5双！说好的价5000一双，5双2万5，现金还是转账？转账，我现在就转。不是吧？你真的搞到了？我还以为你昨天吹牛呢。我林婉从不吹牛，只搞钱。转过去了，你查收一下。OK， 下次有生意记得找我，我这路子广着呢。2万5，穿越前我加班熬了半个月拿的奖金也就这个数，现在动动嘴皮子打了个电话就搞定了，这系统真是我的再生父母啊！哟，乐成这样，我还以为中了500万呢。赵大小姐，你今天怎么没盯着我表哥，改盯我了？就到手2万多块钱，就这点钱，值得你高兴成那样，跟捡了多大宝贝似的。你知道我这块表多少钱吗？80万，够你卖几百双鞋的。你辛辛苦苦跑前跑后赚了这么点钱，乐得跟过年似的，不觉得寒碜吗？赵大小姐，你80万的表戴在手上，不也天天追着顾景晨跑？人家搭理你了吗？我这2万5是我凭自己脑子赚的，我高兴，我骄傲。你那表是你爸买的，你带着它除了显摆还能干嘛？它能给你挣1分钱吗？你懂什么？我家里有钱是天生的，你一个穷酸转校生，赚了2万5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这学校随便拉个人出来，零花钱都比你赚得多。你乐成那样，不怕人笑掉大牙？赵雪莹，你这么有钱，那你自己赚过1分钱吗？你会什么？你除了花家里的钱，追着男人跑，到处阴阳怪气别人，你还会什么？我这2万5是不多，但每1分都是我凭本事赚的。我花自己挣的钱，腰杆子挺直，睡觉都踏实。你花你爸的钱，你腰杆子挺直吗？你别太得意，你这点小打小闹，在真正的圈子里连个水花都溅不起来。我等着看你摔跟头。都拉不住我，枪枪爆头，我满腔怒火，跟格洛克打开保险。2万5是不多，但这是第一桶金。有了这个开头，还怕以后没有第2桶、第3桶？你等着瞧，本小姐迟早让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赚钱。嘿嘿，2万5，不对，还不能松懈。倒卖球鞋，说白了就是吃信息差，但信息差这种东西最不靠谱了。今天我知道这个渠道，明天别人也能知道。等大家都知道了，我这碗饭就没了。不行，得搞点别人复制不了的东西。还差一点，就快好了。我个榆木脑子，怎么把这个给忘了？我前世是服装设计师啊，前世熬了那么多夜画的设计稿，被甲方改了10几版，最后还是被毙掉的图纸。那些全凭一双手画出来的东西，
想想还有点心酸呢。但这才是我的老本行啊！设计衣服，原创品牌，这玩意儿别人总复制不了了吧？我有前世的经验加现在的系统加持，这不就是天选服装设置的剧本吗？这里应该再改改。完美，还得是我，马上我就可以成为最年轻的百万富翁，迎娶白富美，呸，嫁给高富帅，走上人生巅峰了。嘿嘿。光有图纸不行，我得找靠谱服装厂家对接。小姐，干爹他们不在家吗？老爷去见几位老朋友了，3位少爷一早便出门了。张叔，跟您打听个事儿。小姐，您说。咱们江城这边有没有那种专门做服装设计、接独立设计师单子的公司，能打样、能出成品的？有的，城东那边有几家服装公司，规模都不小，其中最大的一家是锦兰集团，面料和做工在圈内口碑都不错，很多独立设计师都找他们合作。另外还有几家中小型的，比如云山工坊和瑞锦服饰，也都接外单。锦兰集团、云山公光、瑞锦服饰。好了，谢谢张叔。地址能发我一份吗？当然可以。不过林小姐，这几家公司都有自己的设计团队，对外接单的要求很高，新人很难拿到合作机会。怕什么？试试又不花钱。就是这里吗？行，要上了哦，加油，林婉，你可以的。你好，我是独立设计师，想找贵公司谈一下服装打妙和生产的合作，这是我设计的方案。你谁呀？有预约吗？没有预约，但我有完整的设计方案，能不能麻烦您帮我约见设计部负责人？我只占用几分钟时间。就这？我们瑞锦是什么档次的品牌，你知道吗？我们合作的都是上过时装周的设计师，你一个穿地摊货的小姑娘，拿几张不知道从哪儿画的图就想来找我们合作？你知道我们一件样衣的打样费多少钱吗？你出得起吗？我明白贵公司门槛高，但我的设计有明确的市场定位。如果贵公司愿意看一眼，看什么看？你以为你是谁啊？这栋楼里每天来的设计师没有10个也有8个，个个都说自己有才华，结果呢，连面料成分表都看不懂。我看你就是看多了网上的鸡汤，觉得画2张图就能当设计师了是吧？他奶奶的，你真是厕所里跳高过分了。你知不知道瑞锦的设计部是什么？我们在行业里摸爬滚打10几年了，你这样的新人有什么资格随便约见？识相点，赶紧滚！我又没有说我很厉害，我只是希望有人能认真看一眼我的设计。做服装的不都是从头开始的吗？难道贵公司的设计师一出道就上了时装节？你什么意思？你这是在阴阳我们公司！你一个连门都进不来的小丫头，还敢在这阴阳怪气！来人，把她给我赶出去！不是大姐，你有本事哄我出来，你有本事把稿子还我呀！哎，不对，稿子我自己拿着的。啊，还好，稿子还在。不识货，我画了一整夜的图，一个通宵眼都快瞎了，结果换来一句识相点，赶紧滚！瑞锦服饰，我记住你了。等我做出爆款了，我买下你家公司，让你当前台。冷静，林婉，你是个成熟的设计师了，不能跟一个前台置气。但那老娘们也太气人了，穿地摊货，画2张图就当设计师，她甚至连看都没看我的稿子。我这命啊，比苦瓜还苦，比黄连还苦。你穿地摊货的，你出得起打样费吗？大姐，我穿地摊货吃你家大米了，我这叫朴素，叫接地气。算娘，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拜拜了您嘞。系统提示：瞌睡到了来枕头，爱死了。系统。您好，小姐，请出示请柬。请柬？什么请柬？今天锦兰集团内部新品发布会，所有进入人员必须出示请柬。我不是来参加发布会的，我是来找设计部谈合作的。不管来干什么，没有请柬不能进。大哥，我这个方案真的特别重要，对你们今天发布会可能有帮助，
你看我大老远跑过来，打车花了我小50块钱呢。大哥，我跟你说实话吧，我是你们设计部总监失散多年的亲侄女。这要是再被轰回去，我这钱包和心脏都受不了啊！那是我干妈，我干妈从小把我当亲生的。她今天发布会忙，让我来送方案。你编也编个像样的。大哥，你看看我像坏人吗？我长得多善良啊，人畜无害的。那这样，大哥，你帮我打个电话给设计部，就说有个叫林婉的设计师带着国风方案来了，一个电话1分钟，我请你喝奶茶，双倍珍珠加布丁。我不喝奶茶。星咖啡，超大杯，加2份浓缩，再多没有了。没有预约，不能进。那你想喝啥？你说，我去买可乐、雪碧、红牛，还是奶茶店新出的杨枝甘露？我给你买2杯，一杯喝，一杯倒着玩。只要你帮我打这个电话。小姐，你再这样，我只能请你出去了。顾景琛，大哥，我在这儿。大哥，你怎么在这儿？算了，不重要，你帮我跟他们说一声。你在这儿干什么？他们不让我进去。我来谈合作，你快帮我证明一下我不是坏人。顾总，这位小姐说没有请柬，按公司规定不能放行。她是我妹妹，我带她进去。是，顾总请。大哥，我下次来给你带杨枝门炉啊，2杯。大哥，你简直是及时雨，从天而降那种。你知不知道我刚才在外面蹲了多久？我都打算变成口香糖粘在人家地板上了。唉，他们要是真把我轰出去，我今天就真的是裤衩都赔进去了，连门都没摸着。什么口香糖？不重要，反正是你救了我，我要代表我自己，向你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既然带你进来了，就当来长长见识了。记住，不要惹事。我可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车见车爆胎的新时代女性，保证不给你惹麻烦。你先去展馆，我还有一个会，你自己先去逛逛，记住你的承诺。大哥你忙，小妹先告辞啦。林婉，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不成功变成死人。哎，哪个方向是展馆来着？大哥也没说清楚啊。好家伙，18楼这么大，展馆呢？发布会呢？找到了，展厅右转。你说什么？主设计师的方案今天早上被否了？我昨天晚上才确认过的，今天上午就告诉我不能用了。下午2点媒体就要进场拍定妆照了，你现在让我上哪儿找一套新的国风方案出来？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今天下午2点之前必须给我一套能用的国风方案。整个组这么多人，连个能顶上的人都没有，我看你们是都不想干了。预算不是问题，问题是你现在告诉我没有备选方案。主设计师方案被否，需要国风方案。下午2点媒体进场，这不就是送到我嘴边来的机会吗？你好呀！你是谁？怎么上来的？这里不接待访客。你好，我叫林婉，我是独立设计师。刚才路过，不小心听到您打电话，听说你这正缺一套国风方案是不？我觉得我可以试试。你，小姑娘，你知道我们这是什么级别的发布会吗？不是什么学生作业、路边摊设计能糊弄的。我忙得很，没时间陪你玩，你赶紧走。您确定不看一眼就走？万一后悔了呢？再烦我，我就要叫保。
这是你画的？这真是你画的？是我的作品。你跟我走。你这个领口的盘扣设计市面上很少见，传统盘扣一般是对称的，你做了一个不对称的错位处理，视觉上更年轻。你是自己想的？对，是我自己想的。No， 这是前世我看过一个爆款秀场的衣服，当时惊艳的我反复看了800遍。原作者，对不起，您这设计太绝了，借我用一下，等我有钱了给您烧一沓图纸以表敬对。这个裙摆的层叠皱处理得很大胆，普通设计师怕翻车，一般不敢做这么复杂的裁切，你倒是不怕。那当然，这设计当年惊艳了多少人，我改的时候心都在滴血，生怕改坏了对不起前世的原作者。原作者大大您在天有灵，要是看见我用您的设计赚了钱，可别骂我。你学设计多久了？我没正儿八学过，就是以前打工的时候没事就画，画多了就会了，可能是我天赋异禀。设计虽然很大胆，但是确实让人很惊艳。行，就要这款。你今天带来的3套稿子，我全要了。发布会急用，现在就走签约流程。咱们按分成走，你出设计，我们负责打样、生产和展示，卖出去的利润你拿20%，有问题吗？没问题。爽快，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我这就让人把合同送来。对了，你那3套稿子，我今天下午就要在发布会上展示，需要你辅助后续跟进。您放心，有问题随时找我，我手机24小时开机。Yes， 成了，真的成了！我的设计要上发布会了，原作者大大你看见了吗？我给你带货成功了！林婉小姐，等一下。刚才走得急，忘了跟你留个联系方式。如果这次反响好，我会考虑跟你长期合作，后面有合适的项目，我也会优先找你。真的，谢谢苏总监。顾总，大哥，大哥，顾总，你跟林小姐是？她是我干妹妹。难怪，我刚才还在想，这么年轻的小姑娘，手艺这么老道，气质又跟普通新人不太一样，原来是有顾家的底子在。苏总监过奖了，他还年轻，需要多历练。对，苏总监夸的我都不好意思了。我就是运气好，正好赶上您缺方案，主要还是苏总监慧眼识珠。顾总，林小姐的设计天赋和执行力都超出同龄人，如果你们顾家愿意给她资源好好培养，将来这行里肯定有她的一席之地。我这边后续有合适的项目，会优先找她合作。苏总监费心了。那我就不打你们了，林小姐有问题随时找我，好好干，我看好你。谢谢苏总监，我一定不辜负您的信任。大哥，你听见了吗？苏总监说我是块好料，说我有天赋哎。不错，谢谢大哥夸奖，我会继续努力的。走吧，我顺路送你回去。送我？好嘞 ，Go Go Go， 出发喽！大哥，你刚才听见了吧？苏总监说我有天赋，说我是块好料，这反转比电视剧还离谱。你说我是不是上辈子积了什么德，这辈子运气这么好？你从上车到现在，已经说了10多分钟了。有吗？是有哈，但是我感觉我还能再说1个小时。大哥，你是不知道，我今天早上被瑞锦那个前台轰出来的时候，我心想完了，这辈子是不是跟服装行业八字不合？结果转头就碰到你了，然后你带我进了锦兰，然后苏总监刚好缺方案，然后他看了我的稿子，然后就成了。今天真的太顺利了，顺利的我有点害怕，怕后面有什么坑等着我。大哥，你说我是不是该去买张彩票平衡一下运气？
合同我都已经想好了，2成分成，打样费和渠道费他们出，我只负责设计、跟进和修改。要是反响好，后面还可以签长期约，做成独立设计师品牌线，挂靠在锦兰下面。我都规划好了。这丫头还挺有意思的，规划的倒是挺远。那当然，我林婉做事从来不打无准备之棒。今天这只是一小步，后面我要。顾总，前面别墅区门口好像有点情况，围了一堆人，门卫拦着不让进。靠！刚说运气来了，又倒霉什么？怎么了？那是我爸妈。顾总，这几位说是林小姐的家人，没有门禁卡，非要闯进去。我知道了，你先退下。好啊，你个死丫头，你还知道出来？你知不知道我们在外面等多久了？你那个工厂老板被抓了，厂子被封了，我们找了你多少天，你知道吗？你倒好，躲在这大别墅里吃香的喝辣的，你妈腰疼的下不了床，一点工作都没找，你良心被狗吃了。姐，你现在住这么大房子，该不会真忘了自己姓什么了吧？工厂老板被抓是因为偷税漏税和骚扰女工，跟我没关系。我在那儿打工的工资早就结清了。爸的腰疼，上回您说要钱做手术，结果去医院检查什么事儿都没有。林浩找工作，他20多岁，四肢健全，天天在家打游戏，他哪里找过工作？你少跟我在这扯东扯西，我不管。你今天要是不拿钱出来，我就坐在这门口不走了。让这里进进出出的人都看看，你是个什么货色，连亲爹妈都不管，我看他们还要不要这个脸？哎呦，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辛辛苦苦养大的女儿，攀上高枝就不认人了。我们一家3口连饭都快吃不上了，他在这大别墅里享福啊！老天爷，你睁睁眼啊！娘批的，要不是干爹对我这么好，我怕丢了干爹的脸，不然老娘高低给你来2脚。大家快来看啊！这个不孝女自己住大别墅，让亲爸妈在外面饿肚子啊！这里有10万，拿了，赶紧滚！以后不准再来附近闹事。10万？真的假的？妈，给我看看。哎呀，您真是太客气了，我们就是来看看婉婉的，没别的意思。您看这多不好意思啊！那我们就先走了，婉婉，你再好好过日子啊！妈过段时间再来看你。发财了，发财了！大哥，你不该给他们钱的，他们拿了这次，下次还会来要。我知道。知道你还给。他们再在门口闹下去，丢的是顾家的人，10万买个平静，不算贵。而且我顾家的钱也不是这么好拿的。死顾景琛，分明是看我难堪才这样做的，死傲娇。对了，这钱算你借我的，记得赚钱后还我。什么？大哥，你这个人真的是，我本来还挺感动你要帮我的，结果你转头就说钱算借的，你知不知道我刚才差点眼泪都出来了？不然呢？你以为白给你的？那你刚才为什么不在王翠花面前说，非要等她走了再说？你是不是故意的？你觉得呢？顾景琛，你给我站住！你这个人太坏了！哟，哈哈，这是怎么了，婉婉？谁惹你了？干爹，您管管大哥，他太过分了。哦，他怎么过分了？说说，干爹给你做主。今天我在锦兰集团谈成了合作，苏总监特别看好我，结果回来路上我妈他们又来堵门了。大哥帮我处理了，我本来特别感动，结果事情刚完，大哥就说是借给我的，要我还的。虽然是该我还，但是也给的太多了吧，让我怎么还啊？他家人来闹了，给了10万的支票，打发他们走了。好了，你大哥逗你玩呢。他说是借你的，是在给你台阶下。你要是真不想欠他的，这10万干爹替你还给他，就当是干爹给你创业的启动资金。不行不行，我欠您的已经够多了，这钱我自己还。
我林婉说到做到。景琛，你听见没有？行，我等着。干爹，您看，他根本不信任我，他就是觉得我还不上。今天你这事情办得不错。那一家人的眼神我看得出来，贪婪，10万对他们来说不是封口费，是甜头。他们尝到了甜头，还会再来。那你打算怎么办？下次再来，我不会再给钱。如果闹得太过分，我会让法务介入。婉婉这孩子确实不错，他来家里也有段日子了，从一开始我就能看出来，他跟别人不一样。看着咋咋呼呼的，心里比谁都拎得清。行了，我不多说了，你心里有数就行。不过他家人那摊子事儿，迟早还会闹。你既然今天出了手，以后就别撒手不管。婉婉这孩子，你们几个当哥哥的护一护。我知道了。行了，不早了，回去休息吧。这小子嘴硬心软，跟他妈一个样。去仔细查一查林婉的家庭。干爹，早不对，中午好。你这是刚去抓鸡回来？哎呀，今天周末嘛，多睡了会儿。行了行了，年轻人多睡会儿正常。起来正好，帮干爹个忙。什么忙？我准备好了。这份文件你帮我送到顾氏集团给景琛。给大哥送文件。顺便带上你昨天签的合同过去，让景琛公司的法务团队帮你看一眼，他们专业，比你自己琢磨靠谱。是，保证完成任务。干爹您放心，我一定把文件送到。去吧去吧，换了衣服再去。这孩子真是风风火火的，有活力好啊，家里热闹。顾氏集团，大哥的地盘。今天我可是带着任务来的，正经事儿，不能丢人。小姐，请问您找谁？有预约吗？你好，我找顾景琛顾总。请问您有预约吗？顾总今天的行程排得很满，没有预约的话不能上去。得，又来！瑞锦前台轰我，锦兰保安拦我，现在到我大哥自己的公司了，还要被拦。我这体质是不是有毛病啊？每次进门都被拦，编剧是不是给我安排了什么必被拦剧本？小姐，真的不好意思，没有预约不能上去，这是公司的规定，请您理解。我理解，我完全理解。那这样，您能不能帮我给顾总办公室打个电话，就说林婉来了，来送文件的？不好意思，我们暂时没有这个权限。林小姐，您怎么在这儿？你认识我？我是顾总的助理，自然是认得的。林小姐是来找顾总的？对，干爹让我来给大哥送文件，结果前台说要预约，我没有。这位是顾总的妹妹，以后林小姐来了可以直接放行。好的，抱歉林小姐，我不知道您。没事，不知者不罪，你也是职责所在。那咱们上去。林小姐，这边请。刚才差点又社死了，还好特助大哥刚好回来，不然我真要打电话给大哥说你家前台不让我进，那也太丢人了。我这体质真的有毒，进个门跟闯关似的。林小姐，
顾总还在开会，预计还有10分钟结束，您可以在办公室稍等，我给您送杯水过来。我勒个去我的老，这排面比我以前老板的办公室大10倍，不20倍。林小姐先坐，您的水马上送过来。这就是大佬视角吗？我以前当社畜的时候，看窗外只能看见对面楼的空调外气，还有隔壁部门秃头主管在抽烟。系统提示：该计划书第6页的利润测算数据存在明显人为篡改痕迹，预期回报率被刻意提高了4.2个百分点，对应的风险评估章节被删除。签署此协议将导致顾氏集团在项目中期陷入资金链断裂风险。我的个乖乖！第6页，利润数据被篡改，风险评估被删了，有人在这份文件里动了手脚。怎么办？要不要翻到第6页确认一下？可这是大哥的暗工作，我随便翻他文件会不会不太好？万一他正好进来看见，以为我在偷看他商业机密怎么办？虽然我确实在看他商业机密，不对，我是在帮他避坑。这是见义勇为，助人为乐。算了，看眼又不会少块肉，万一真有坑，我不提醒大哥，那才是真的对不起他。你在干什么？大哥，我不是在偷看你文件，虽然是翻开了哈，但是我刚才不小心扫了一眼，发现你这份计划书第6页的数据有问题，我觉得你应该再看看。你怎么知道有问题？第6页那个数字我看着就不对劲，直觉，非常准的直觉。我以前打工的时候，老板做假账被我一眼看穿过。你为什么觉得这个数据有问题？哎呀，都说了是直觉嘛，女人的第6感，你不懂。这个项目是项目部负责人今天早上提交的，说是已经通过风控审核，可以进入签约阶段了。那你觉得我说的对不对？去重新找人查一下城东的这个项目。是。我就说我的直觉很准吧。还有事？没事了，我走了，你忙你忙。等下，这件事儿先不要跟别人说。我知道，商业机密嘛，我懂。你放心，我今天什么都没看见，什么都没听见。让你查的查到了吗？查到了，林小姐一家的详细资料都在这里了。我跟你们说，锦兰集团就那个江城最大的服装公司，你们知道吧？人家设计总监看了我的稿子，当场拍板全要了，3套1套都没剩，还说要跟我长期合作，2成分成。真的假的？锦兰集团，我姐之前想进去连初筛都没过，你直接就签合同啦？哎呀，低调低调，我也是运气好，正好赶上他们发布会缺方案。不过话说回来，运气也得有实力接得住，对吧？你以后是不是要发达了？锦兰的渠道很猛的，销量肯定不愁。那必须的，等我这系列上市了，你们想要的话，我给你们内部价8折不7折，毕竟是同班同学，有福同享嘛。林婉，出来一下。干啥？我正跟同学聊天呢，有什么事你就在这儿说吧。这时候出去，我正说到镜头上呢，你又还没吹完呢。现在出去，我的光辉形象不就断片了吗？怎么着也得等我把话说完啊！有逼不着王八蛋！少废话，跟我走，急事。顾景然，你下次能不能先打个招呼再动手？我正吹到关键部分呢，同学们的眼神你看见没？那叫崇拜，那叫仰望。你这一拽把我从神台上拽下来了，你知不知道？吹什么吹？你那点破事有啥可以说的？什么叫吹？那是事实，事实懂不懂？锦兰集团签约设计师，你出去打听打听，全校有几个学生能签这种合同？
行，你厉害，你回头可以再吹。我这可是急事儿，人命关天。什么急事儿？你又闯祸了，把人家车刮了，还是打游戏输钱跑路了？我在你眼里就这么不靠谱？算了，不跟你计较。说正事儿，最近有个女生追我，追得我快疯了。上课堵门口，下课堵走廊，重修蹲点，食堂围堵，连我上厕所都有她的人在外面守着送奶茶，我都好几天没去打球了。你说什么？你顾三少被人追到不敢去打球，你没有在逗我吧？我有这么闲吗？你看看这个。我的个乖乖，这妹子是搞信息战的吧？这火力也太猛了！三哥，你这命还挺硬的，居然还没被炸死。所以，你帮我个忙。什么忙？帮我假扮一下女朋友，让她死心。啥玩意儿？你让我当挡箭牌？等等，刚才那个照片里的人是赵雪嫣？追你追的你不敢去打球的那个女生是赵雪嫣？你也认识她？我岂止认识，他是我同班同学，还是我同桌，他还警告我离你远点儿。结果你让我假扮你女朋友去赶他走。三哥，你知不知道这叫什么？叫什么？这叫他围剿你，我打劫他，这叫天道好轮回。他之前在我面前耀武扬威的时候，绝对想不到会有今天。不行了，笑死我了！你笑够了没有？以前是他整天找各种理由凑过来，我也没太当回事儿。最近不知道怎么搞的，突然就跟疯了一样，信息轰炸，食堂堵人，我都要疯了。三哥啊，三哥，你也有今天。以前你不是挺享受被人追捧的吗？怎么现在人家认真了，你倒怂了？这能一样吗？以前那些都是正常程度的喜欢，送个水递个纸条也就那样。赵雪英这完全是不讲武德，她连我上厕所都跟着，你觉得这正常吗？对不起，三哥，我知道你不容易，但是我真的控制不住。赵雪英追你。你笑够了没有？够了。不过三哥，我有个问题，赵雪英之前那么针对我，是因为觉得我跟你关系不一般。现在你让我假扮你女朋友，她要是知道了，不得把我撕了？那我更得找你了。你演我女朋友，她看到你和我在一起，肯定会信。我就是觉得这事儿风险太高了，万一她气急败坏，到处传谣言，万一传到大哥耳朵里，误会我图谋不轨，想嫁入顾家，我不好解释啊。事成后给你1万，但是话又说回来，再加5000。成交，亲兄弟明算账，何况咱们不是亲的。财迷。三哥，你放心，收了你的钱，这事儿我肯定给你办得漂漂亮亮的。赵雪莹要是还能缠着你，我林婉这2个字倒着写。那你打算怎么解决？嘿嘿。怎么样？这球帅不帅？还有谁？然哥牛逼，今天手感爆棚啊！好球！还行，低调。哇，好厉害呀，景然哥哥！景然哥哥，你打球流了好多汗呀，我给你擦擦。这是我专门给你带的湿毛巾，冰过的，还有奶茶，3分糖去冰，你最喜欢的口味。我自己会擦，你不用。没事，我帮你擦。你看你额头上全是汗，万一风一吹感冒了怎么办？我会心疼哥哥的。赵雪阳，这么多人看着，你正常点行不行？我哪里不正常了？这不是很正常吗？住手！放开那个男孩！林婉，你来这儿干什么？我怎么不能来这儿？我男朋友打球，我来送水，有问题？你胡说什么？既然哥哥什么时候成你男朋友了？亲爱的，你告诉他我们是什么关系？他说的没错，我们确实在一起了，虽然是成为家人。不可能，你是骗我的。她就是一个新来的女屌丝，她哪里比我好了？我去，我怎么就是屌丝了？我靠！你天天追着我男朋友跑，又是送奶茶，又是擦汗的，
你怎么不说你是个女舔狗？我不管，反正我不信，你们肯定是在和我演戏。赵雪莹，你觉得我是在演戏？好，那我问你，你认识他多久了？你追了他多久？景然什么时候主动找过你？我从没答应你任何事情，也叫你不要来烦我。你喜欢一个人没毛病，但追人不是这么追的。你天天堵他追他，连他打球都要冲进来擦汗。你问过他烦不烦吗？那你呢？你凭什么就能当他女朋友？凭他自己愿意啊。谈恋爱这事儿不得两个人点头吗？你一个人在那儿演独角戏，累不累啊？林婉，你等着，我不会就这么算了的。搞定。干爹，我和你说，那个女生就直接冲进场子，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给三哥擦汗，三哥脸都绿了，跟菜市场里3块钱1斤的拈黄瓜似的。哦，还有这种事儿？那你怎么做的？那还用说吗？我一个箭步冲上去，直接挽住三哥的胳膊，大声宣布：“这是我男朋友，谁都不许动！”那个女生的脸当场就白了，跟 A4 纸打印出来的一样。对付那种死缠烂打的人，就得下猛药。您没看见三哥当时那个表情，复杂的跟恒河水似的。景然这孩子平时学习上就没个正形，没想到对付女孩子也不行。他人呢？哎，对啊，三哥人呢？明明是和我一起回来的啊。老爷，三少爷刚才出去了，他走得挺急的，还说如果回来晚了，不用给他留门。紧急提示：赵雪星表面以了结心愿为由故景然至公园湖心情，实际企图通过下药制造既定事实，以达到生米煮成熟饭。景然哥哥，谢谢你愿意出来见我。我知道下午是我太冲动了，我就是太喜欢你了，一时没控制住自己。但是我现在也想开了，可能我确实不适合你。这汤是我精心熬的，就让它成为我们最后道别的证明吧。你不会连这点面子都不给我吧？顾景然，不要喝！林婉，你怎么来了？那汤有问题，他骗你的，什么道别，他就是来下药的。喝完你就任他摆布了。你在汤里放了什么？林婉，你非要坏我的事是吗？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一个穷酸转学生，凭你也配站在他旁边？赵雪莹，你搞清楚，现在是你下药哎！我原以为你只是一个恋爱脑，没想到还是一个这样的病娇。闭嘴！我今天就让你好看！林婉，我不是故意的。救命！我不会游泳啊！够不着，你别乱扑腾。松开点儿，你累死我了！西西，别乱扑腾！不松！你要是把我扔下去，我做鬼都放过你！你哪来这么多废话？别动，听我的！跑的倒是快。林婉，醒醒，别睡！你撑住了！终于醒了，没死就好。我这是在哪儿？医院？不然呢？你以为你还在湖里泡着？再泡下去，你都成泡发了。感谢三哥仗义相救，小女子无以为报，只能来世当牛做马报答恩公。还能贫嘴，看来是没事了。不然我还得跟爸和大哥解释，你是因为帮我挡桃花才没。这笔账我可背不起。
下次注意，下次注意。还有下次？没了没了。行了，好好躺着，别乱动。那我这算不算工伤？你是不是该再加点工资？毕竟我差点把命都搭进去了。都这时候了，你还惦记钱？你是属貔貅的吧？醒了，感觉怎么样？二哥，感觉还行，就是嗓子还有点疼，头有点晕，别的还好。体温已经降到正常了，但昨天呛了不少水，这几天注意保暖，不要剧烈运动，饮食清淡一些。二哥他真没事了，能出院了，不用再拍个哨什么的。不用，体温正常，肺部没有积水，回去注意保暖。那我什么时候能出院？今天就可以出院，下次注意别再往水边跑了。听见没？二哥说你别再往水边跑了，下次再掉水里，我可不一定刚好在场。放心，下次我自带游泳圈。我去开出院单，一会儿护士会过来拔针，办完手续就可以走了。对了，既然二哥在这儿，那爸肯定也知道了，你还是好好想想怎么交代他。你先进去。凭什么我先进？哎呀，你是我哥哥嘛，你先进去顶雷。你掉的水，凭什么我顶雷？因为你是我三哥，当哥的就得护着妹妹。你这时候知道我是你哥了？好了好了，我的好三哥，你快进去。三少爷、林小姐，老爷在客厅等你们。说吧，昨晚怎么回事？谁先说？爸，是我的错，是我接了个电话去了湖心亭。林婉是担心我才跟过去的，拉扯的时候不小心滑进湖里的。你大半夜一个人跑出去，也不跟家里说一声，还有这么简单的圈套你也能中？还有你，也是一声不吭的就走了，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干爹了？我这不是着急吗？干爹您放心，我以后再也不会了。哼。干爹，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以后绝不再犯了。我发誓，要是再犯，我就长青春痘。行了行了，别贫了，这次就算了。看在你是为了救景然的份上，不过绝对不能有下一次。谢谢干爹，干爹最好啦。顾董，怎么能让您亲自登门呢？昨晚的事儿确实是雪莹不懂事，我们已经狠狠骂过她了。您看，骂过了，赵总，这样的事儿不是你一句骂过了就能完了吧？顾董，您消消气，雪莹这孩子就是一时糊涂，她从小被我们惯坏了，我们一定好好管她，以后绝对不会再发生了。顾董，这事儿确实是我们家雪文不对，您说这事儿该怎么办？只要能解决这事儿，我们绝无二话。那我的医药费也能报销吧？再赔个精神损失费、惊吓费、误工费。赔，我们赔。林小姐，你说多少就多少。本来就是嘛，给钱多实在啊。那就赔个100万给婉婉买件衣服吧。没问题，我这就通知财务。还有，你女儿必须送出国，5年之内不许回国。出国？凭什么？我不去，爸，我不去。顾董，送出国是不是有点太……莹莹她还小，一个人出去我们不放心，您看能不能换个方式？你倒是说句话呀，女儿不能就这么送走啊！我不出国，你们凭什么替我决定？林婉她算什么东西？一个外地来的穷酸女，凭什么她就能留在国内，我就要走？哎，赵雪莹，好好的你扯我干啥？
我待着怎么了？吃你家大米啦？赵老板，你女儿做了什么事儿，你心里清楚，每一条都够报警处理。我今天是给你留了面子，送她出国，对谁都好。你要是不同意，那我们就换一种方式解决。好，送她出国。那就拜拜喽，赵雪莹同学。今天叫你们过来是有件事要说。婉婉来咱们家也有段日子了，虽然大家都知道她是我认的干女儿，但外面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我仔细想了想，是该给婉婉办一个正式的亮相礼了，让江城的名流们都认识认识她。以后谁想动她，也得先掂量掂量。干爹，不用，我搞什么亮相礼啊？爸说的对，你确实该亮亮相。万一哪天你去谈合作，人家以为你是来送快递的，你说冤不冤？三哥，你闭嘴！你才像送快递的呢！景南，你觉得呢？爸说的有道理，他现在跟锦兰有合作，迟早要在这个圈子里露面。怎么连大哥你也这么说？我只是在陈述事实。干爹，太隆重了，我就一个普通人，怕到时候给顾家丢人。丢什么人？你是我顾振海的干女儿，谁敢说你丢人？这事儿就这么定了。那好吧，不过说好了，别搞太夸张，我受不了那种大场面。好，好，好，都听你的。老张，去联系一下，明天送几套礼服过来给婉婉挑。另外通知公关部，宴会定在周6晚上。是，老爷。我勒个去！顾家干女儿的亮相宴，到时肯定会来各路名流吧？我也没经历过，到时候该干什么说什么。会不会被人当笑话看？完了完了完了！稳住，迈小步，不要踩到裙子，不要同手同脚。这些比我命都贵，摔了我可赔不起。放松点，跟着我就行。你平时那股机灵劲儿拿出来。各位，各位，感谢今天到场，给大家正式介绍一下，这位是我顾振海的干女儿林婉。从今天起，她就是我顾家名正言顺的小姐。她不仅是我的家人，更是一位有才华的年轻设计师。现今已经与锦兰集团达成了合作，还请大家以后多多关照。草根就是草根，穿再好的礼服也掩盖不了那股穷酸味。听说救了顾董一命，也不知道真假。这年头会自导自演的人多了去了。等着看吧，这种场合他肯定撑不了多久。等会儿有好戏看了。行了，顾董，恭喜恭喜，认了这么一位漂亮能干的干女儿。林小姐，幸会，初次见面，我敬你一杯。你可真是年轻有为呀！我的个乖乖，吓死本小姐了！大哥这速度，不去食堂抢饭可惜了。话说这大叔谁啊？认识我吗？这无缘无故整我呢？大哥，你的衣服。没事。刘老板，这是什么意思？哎呀，顾总，实在是不好意思。你看这，我本来是想敬林小姐一杯的，谁知道脚底一滑，杯就脱手了。林小姐没事吧？没吓着吧？刘老板客气了，我没事。那刘老板还真是关心我啊。话说，您这酒泼的真准，泼的真巧啊！我大哥刚好挡住，不知道的还以为您跟我大哥排练过呢。刘老板，我跟你的合作早就结束了。今晚你出现在这儿，
原是念在合作这么多年，但你这杯酒，泼的是我妹妹，打的是我顾家的面子。顾董，我跟你合作了这么多年，我真的不是故意的，纯粹是狡猾。不用解释了，今天是我顾家的好日子，我不想闹得太难看。你该去哪里去哪里吧。刘老板，请。行，我走，但是不会就这么结束的，告辞。婉婉啊，婉婉，你平时的机灵劲儿呢？怎么今天一回来就瘫成这样了？干爹，你让我缓一缓，那高跟鞋太可怕了，比甲方还难伺候。我站了3个多小时没坐下，我现在感觉脚都不是我自己的了。那你还挺能撑，不过能看到你吃瘪也是难得。顾景然，你少说风凉话，下次换你穿10厘米细跟，站3小时试试。我可没办法，我可没那个福气，这罪还是你受着吧。三哥，你要是再叨叨，我明天就去学校宣传你和赵雪莹的事儿。我靠，你来这招！行了行了，一回来就斗嘴。不过婉婉今晚表现确实不错，第一次出席这种场合，不怯场，说话也有分寸。谢谢干爹。对了，大哥，刚才那个刘老板是谁啊？是以前顾氏的一个合作商，他公司质量问题被查出来，被我终止了合作。哦，我知道这事儿。大哥不止终止了合作，还让法务追回了之前的款项。那刘老板本来靠顾氏的订单养活大半个公司，这一断，直接损失了上千万，算上赔偿款，差点破产。他记恨顾氏好久了。不是吧？我这是替大哥挡箭了？我怎么这么倒霉啊？第一次出席正式场合就被当靶子。你大哥在商场上的对手不少，这种事以后可能还会遇到。啊！原来顾家大小姐也不是这么好当的啊！喂，苏总监，这么晚了，您怎么？林婉，你那3套设计首周的销量数据出来了，远超预期。市场部那边反馈非常好，我们打算趁热打铁，把你这系列扩展成独立产品链。你明天有空来公司一趟，我们细聊。真的？喂，傻了？苏总监说要扩展独立产品线，让我明天去细谈。好，这是你自己的本事，干爹替你高兴。行啊你，小设计师，这么快就有自己的产品线了，恭喜！谢谢二哥。既然要扩展成独立产品线，你有没有想过成立自己的工作室？工作室？我？你现在是跟锦囊，但本质上还是以个人名义签名。如果做成独立产品线，后续涉及的生产、渠道、分成都会更复杂。有个正式的工作室，你谈合作的时候腰杆才能挺直。景琛说的在理，婉婉，你现在是有产品的人了，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做个散兵游泳了。工作室的事儿，就让你大哥帮你解决吧。那就麻烦大哥了，谢谢大哥，你真是我亲哥，比你亲的还亲。爱你。少来这套。行了，明天你先去锦兰把合作谈下来。林婉，收到。条款都按之前聊的定好了，3成分成，设计主导权归你，品牌名自定。合作愉快，市场部那边已经开始准备预热宣传了。你的工作室名字想好了吗？想好啦，晚风，简单好记，跟我名字也搭，不错，有辨识度。哦耶！从今天开始，我再也不是牛马了，以后都得喊我一声林老板。
想想都还有点兴奋呢。马上就要开始我的战场了。小袁，你跑这么急干嘛？被狗撵了？老板，不好了！老板，网上突然冒出来一堆关于您的负面新闻，说您抛弃亲生父母，自己住进大别墅享福。我去，这什么鬼？我抛弃父母？老板，你还笑得出来？现在网上全是骂你的，还有人说要去锦兰集团门口抗议。行了行了，别急，这不是什么大事儿，一看就是有人故意搞我，这角度明显是偷拍。那怎么办？我们要不要发声明澄清？澄清肯定要澄清，但不是现在，我得呼叫超级飞侠来帮忙了。什么飞侠？顾总查到了，发帖的 IP 地址追踪到一个营销公司，这家公司最近半个月跟刘老板的关联公司有资金往来。证据都拿到了吗？转账记录和合同截图都拿到了，联系公安，同步发律师函。另外，你一份声明，用故事官号发。是，那刘老板那边走法律程序，我要让他下半辈子都在牢里度过。明白，我马上去办。老板，刚收到消息，网上那些造谣我们的营销号集体删帖，还有好几个公开道歉的。这么快？这才几天？锦兰那边刚跟我说的，听说是故事报的警，警方查出刘老板雇佣水军伪造信息、恶意诽谤的证据，今天早上直接去他公司抓的人。网上那些营销号一看主谋被抓，吓得连夜删帖跑路，故事集团还帮忙发出了澄清帖。现在全网都知道你是被诬陷的了，大哥这是连收尾都帮我收得干干净净啊，真是爱死你了。老板，这回咱算因祸得福了。锦兰那边说，晚风的线上店铺访问量因为这事儿暴涨了3倍，好多人来问新款什么时候出，那还说啥？干活呗，热度来了得接住。秋季系列的设计稿后天交，你联系锦兰那边，让他们准备预热素材。好的，老板，没问题。有事儿？大哥，网上的事儿谢谢你，这次要不是你出手，我都不知道该咋办了。不用谢。行，那我就不谢了，改天请你吃饭。婉婉，你请大哥吃饭为什么不叫我？我也帮忙了。你帮什么啦？帮忙吃瓜吗？我帮忙鼓掌了。干爹、大哥、三哥，我决定好了，我秋季系列的主题就叫新生。老板，锦兰那边来消息了，秋季系列第一波预售数据出来了，才上线2个小时，已经预购了800多件，比夏季首周的总销量还高。800多件，2个小时，你确定没多看一个0？确定，我看了3遍，而且好多评论都说在夸咱们的品牌好。老板，你真的是我偶像。行了行了，少拍马屁。对了，仓库那边备货量够不够？别预售卖爆了，结果发不出货，那就尴尬了。够。苏总监说按这个趋势，第2波补货得提前安排，他让你抽空去趟锦兰，商量一下后续排批。行，明天去。今天先把这件样衣的版型定下来。没有预约，真的不能进去。林婉，你给我出来！我知道你在里面，你躲什么躲？你亲爹妈来了，你连门都不让进。你这么大动静，是想让我这工作室开不下去了，还是想让全江城的人都来看看你在这撒泼？什么叫撒泼？我来看我女儿，怎么了？
你开了这么大的工作室，赚了那么多钱，连门都不让亲爸爸进，你还有没有良心？婉婉啊，爸最近腰疼的厉害，一直没钱看。你就算不关心我们的生活，也该管管你爸的身体吧。得了吧，他那腰也没有事情，大家都知道，有事儿说事儿，别在这儿演。我这工作室刚起步，赚的钱还没捂热乎呢。你们要钱的话，没有。没有，你骗谁呢？你那衣服在网上卖的那么好，你会没钱？你弟弟现在在外面欠了钱，债主天天上门堵人。林浩又欠钱了，这次又是什么？酒钱还是饭钱？他就是跟朋友玩了几把，输了点钱。玩了几把，他去赌了，欠了人家多少？没多少，就100万。100万！100万！林浩他疯了吧？他去赌钱？你吼什么吼？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他被人追着要钱，天天不敢出门。你当姐姐的难道要看着他被人打死？我就说一次，林浩的赌债1分我不会出。他也是个成年人了，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了。想让我去给他擦屁股，我告诉你，想都别想。你怎么这么狠心？他是你亲弟弟，你不管他，谁管他？谁管他？他自己管自己。成年人了，自己拉的屎自己擦，话尽于此。你要是再在这儿闹，我就报警了。回吧。行，你等着，有你后悔的时候。100万，真敢开口啊！真把我当印钞机了啊！长得丑，想不到挺我。林浩，你他妈给老子出来！欠了100万就想躲？你以为躲得了初一，躲得了15？别跟他废话，砸门！今天不给钱就卸他一条腿！别打了！我姐有钱，她有钱，我让她给你们。你姐？那你让她把钱拿出来呀。没钱是吧？我再给你3天时间，3天之内凑不够100万，下次就不是这么简单了。那个死丫头，现在翅膀硬了，连亲妈都不认了。等回头我非得……浩儿，护士，我儿子怎么样了？他什么时候能醒？患者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左手臂骨折，头部有轻微脑震荡，另外肋骨有2处骨裂。好在送医及时，没有生命危险，但需要住院观察至少1周。那得花多少钱？目前来看，住院费、手术费、后续康复治疗加起来大概在8到10万左右。你们先去缴费窗口办一下住院手续吧。8到10万。再去找找林婉吧。林婉姐，你父母又来了。他们怎么又来了？不是通知保安见一次赶走一次吗？林婉姐，这次他们好像不是来闹事儿的，倒像是来求人的。哦，婉婉，妈这次来是真的走投无路了。你弟弟他被人打了，伤得很重，肋骨断了2根，手臂也骨折了，到现在还昏迷着。护士说要先交8万块住院费，妈实在拿不出这么多钱。是真的，这是医院的诊断书，你看看。这钱我可以出。妈就知道你心软，你别急，我有条件。什么条件？这次是最后一次，以后你们家再出什么事，赌债也好，被人打也好，我都不会再管。你们以后也别再来找我。这是我能做的最后一件事。你们要是接受，钱马上到账；要是不接受，现在就走。门诊大厅出门左拐，公交站台等车，不用我送。行，妈知道了。
好了，手续办完了，这是缴费凭条，请收好。费用我已经交了，并且出于人道主义，还留了一些。人尽于此了，你们好自为之。老林，你说我们是不是真的做错了？二哥，你怎么在这儿？生病了？没有没有，不是我，还不是我那个弟，是他住院了。虽然我对那家子没什么好感，但毕竟血亲一场，就过来看看，给他把医药费结清，也算我仁至义尽了。你脸色不太好，注意休息。收到，这段时间工作室的确有点忙，可能没休息好。我都好久没回去见干爹了。你弟在哪个病房？我待会儿有一台手术，结束之后可以过去看一眼。你们这些黑心医生，我妈做手术之前明明说没问题，现在人还在重症监护室，你们就是想赚钱！把你们主任叫出来，今天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把你们这楼砸了！我是本院外科副主任顾景瑜，有什么事你跟我说。你就是主任是吧？好啊，我妈的手术是你们做的，现在我妈这么个情况，你说说该怎么办吧？要是不给个说法，我就去告你们！对，告他们！现在的医院就知道赚黑心钱。你看见没有？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我妈在你们这儿做的手术，现在人昏迷不醒，你们必须给个说法，要么赔钱，要么我让你们医院上热搜。如果你认为医疗过程有问题，可以走正规途径申请医疗鉴定，我们接受一切合法的调查和监督。但在结果出来之前，我希望你先冷静，不要影响医院正常秩序。大家快看啊，这就是二院的外科副主任，做手术把人做坏了还不认账，还说什么走正规途径。你们听听，这是人话吗？人家母亲做手术之前还好好的，现在躺在 ICU 里，他们就开始推卸责任了。大家都看到了，这就是这家医院的态度。我妈现在还躺在重症监护室里，他们连句道歉都没有。我今天就和他们耗到底。这次问题是，赵大勇二人合谋制造医闹，企图通过制造舆论压力向医院索要高额赔偿金与封口费，用以偿偿还赌债。二哥，我觉得你打算怎么做？你稳住他们，接下来看我的。这位先生，既然你坚持认为医院有责任，那我可以当众调出你母亲的全部诊疗记录。你当着大家的面核对，如果确实是我们的问题，医院会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流程承担相应责任。你少来这套！调记录，谁知道你们会不会篡改病历？你们医院想怎么改就怎么改，我们不信。我们现在就要解决方案。对对对，就要解决方案。今天不给个说法，你们这医院就别想消停。我告诉你们，不让我一把这事儿没完，少一分都不行。这是医疗事故，我妈的病，100万怎么了啊？我还嫌少呢。我去，怎么又是100万？这些人咋动不动就是100万的？想钱想疯了吧？100万，这位先生，请问你这个数字的依据是什么？依据？我妈的命还不够吗？你少在这咬文嚼字，就是100万。你们医院今天要是不给，我们就把视频发到网上，让全国人民看看你们医院是什么德行。真是精彩的一场演出啊！你什么意思啊？谁演出了？我说你们演得好啊，台词背得熟，情绪到位，配合也默契。特别是你，举手机的姿势非常专业，一看就是老手了。你俩这配合，不去参加《演员的诞生》可惜了。你少在这胡说八道，我们是受害者家属，你这么帮着医院说话，你是不是医院的人？大家看到了吧？
医院找人托儿来混淆视听了。我是不是医院的人，查一下不就知道了？倒是你俩，应该不是陌生人吧？我是他朋友，我替他打抱不平，怎么了？医院欺人太甚，我看不惯。赵先生，你说你母亲在 ICU， 那我问你，你母亲得的是什么病？我妈得的是什么来着？你也少在这玩文字游戏，人都病成那样了，家属的情况就不是很正常吗？这么久了，连自己亲生母亲得了什么病都说不出来，你觉得正常吗？第二个问题，你母亲入院做的什么手术？主治医生姓什么？这个总该知道吧？手术就是那个。你够了！病人隐私凭什么告诉你？我们是来讨说法的，不是来被审问的。你俩配合的确实不错，一个负责吵，一个负责录，分工明确。但有件事你们可能不知道，从你们开始闹事到现在，你们说的每一句话我都录下来了。你录了什么？你这是侵犯隐私，是违法的。隐私？公共场合闹事，影响医院正常秩序，我录下来是保留证据，不违法。赔偿我100万，这事儿没完。再说了，你们自己听听，这是维权还是敲诈？原来是来讹钱的，100万，狮子大开口啊！你说什么干什么不好？有手有脚的好好干活不好吗？非得来干这敲诈勒索的活？接到报警，这里有人涉嫌敲诈勒索和扰乱公共秩序。谁是赵大勇？谁是刘强？今天的事儿确实要谢谢你。不用谢，你是我二哥嘛，帮你是应该的。不过二哥，你要是真想谢，请我吃顿饭就行，不用太贵，一顿火锅怎么样？顾医生，刚才那2个人已经带回去了，初步审讯结果也出来了，他们招供了，确实是合伙来敲诈的，就是想勒索大额赔偿金，是因为赌博欠了高利贷，急需现金周转。证据确凿吗？证据链是完整的，有你们提供的录音和监控录像，还有他们在其他医院的作案记录比对。这次就算他们自己不招，证据也够判的了。基本上他们短期内出不来了。警察同志，他们之前还在别的医院闹过，也是用同样的套路。对，手法一模一样。先找一家医院，以家属身份闹事，再索要高额赔偿，不给就威胁发网上去。之前有几家医院为了息事宁人给了钱，他们尝到甜头，才越来越嚣张。难怪他们配合那么默契，原来是有前科的惯犯。早知道刚才应该多要一杯奶茶的，唉，可惜可惜。你是怎么知道他们有问题的？直觉，我一看到那个花衬衫就觉得不对劲儿。你看他那个举手机的姿势，一看就是经常干这种事儿的人。我就想着留个心眼，没想到真用上了。这叫女人的第六感。你今天确实是帮了我。那请吃火锅的事情不行，你脸色看上去是作息紊乱导致的，这段时间要禁止吃这些油辣的食物。不要啊！婉婉，听说你今天去医院了，你弟那边情况怎么样？事情都处理好了吗？处理好了，医药费我交了，人也安顿好了。这一家做到这儿，我已经仁至义尽了。不过今天重点不是我弟，是二哥。二哥医院那边有人闹事儿，刚好被我碰上，我用我的聪明才华帮二哥把问题解决了。哦，有人闹事，怎么回事？2个人借医闹来敲诈100万。哟，这么厉害？那你怎么做的？跟干爹说说。我一开始就觉得不对，那个穿花衬衫的举手机的姿势太专业了，一看就不是第一次干这种事儿。然后我就悄咪咪掏出手机开始录音，他们越闹越凶，最后直接说不给100万就不走。我一听，好家伙，这不就是敲诈勒索吗？然后我就和二哥打配合，设计让他们原形暴露，当场人赃并获。怎么样，我厉害吧？是，我家婉婉最厉害了，快坐下吃饭吧。哦。你们妹妹现在不光能处理自己家的事儿，还顺手帮你二哥解决了一个大麻烦。怎么样，我的眼光还是很不错的吧？爸眼光确实毒辣，这丫头脑子机灵得很，不像一般人。你这是夸我还是损我呢？都有。不，竟然！她确实挺讨人喜欢的。哎呀，二哥，你别夸我了。婉婉来家里也有段时间了，刚来的时候你们还当她是外人，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才是一家人该有的样子。干爹，您这话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我都没干什么特别厉害的事。你还没干什么，又是签合同又是救人的，比他们仨加起来都忙。你再这么下去，干爹我啊都要考虑把公司继承权给你了。别，
我对继承公司没兴趣，我就想安安稳稳画我的设计稿。林婉姐，我先走了，你也赶紧回去吧，再熬下去真要猝死了。知道了，知道了，我把最后2单确认完就走。这是我们冲击时尚品牌的重要时刻，我得亲自看着。你先回吧，路上小心。再这么熬下去，系统都救不了我。回去一定得睡够12个小时。前方5米立柱阴影处埋伏2人，目标为绑架勒索宿主。我发现了，追！来人，救！别动，老实点。保安打来的电话，林婉的车钥匙和一只鞋掉在地上，车还在，人不见了，地面有拖拽痕迹，应该是被人带走。被什么人带走了？监控调出来了吗？停车场有没有拍到什么？正在派人调，我已经派人去现场了。时间太短，对方应该还在室内。什么叫应该还在室内？咱们干坐着等吗？我去找他，肯定是最近太忙得罪什么人了。景琛，你立刻联系警方。景瑜，你跟你医院那边的人脉打个招呼，看看有没有人收到什么风声。景然，你冷静点，别到处乱跑。我已经联系了，警方马上就到。他们建议我们先不要轻举妄动，等绑匪主动联系。等？万一他们是冲着钱来的还好说，万一不是呢？绑匪应该会联系，他们有目的。关键是林婉能不能撑到我们找到他。哦，疼疼疼！我去，我这是被绑架了！系统明明提示了，我咋这么倒霉？醒了。老大，就是他。对，老大，他弟说的，顾家的干女儿。你过来，跟你姐打个招呼。姐，你别怪我，我也是没办法，那些人逼得太紧了，我要是不带他们找到你，他们就要打死我。姐，你跟他们说说，让他们放了我，我以后再也不赌了，真的。看来你姐不太想认你这个弟弟了。林小姐，我跟你没有私人恩怨，你弟欠了我们100万，我们找他还钱，他说他姐是顾家的干女儿，有的是钱，那我只能来找你了。你现在打电话给顾家，让他们准备200万现金，钱到账，你走人。很简单的事儿，你配合一下，大家都省事。200万，他欠你们100万，你们却向顾家要200万，我配合你们，让顾家把钱送来，然后你们拿到钱了，我就能安全回去。你觉得我会信吗？看来林小姐不是很配合呀，让林小姐吃点苦头。来啊，打吧，命就在这儿，要钱没有？哟，可以呀，还是个硬茬子。行，你不打，那我帮你打。喂，哪位？顾总，你妹妹在我手上，200万现金，准备好，等我电话告诉你交易地点，别报警，不然你妹妹身上少点什么，我可不敢保证。让她跟我说话，我要确认她还活着。来吧，林小姐，和你哥说2句。
系统提示：该地点位于城西旧工业区，附近唯一正常运作的是距此800米的老朱物流中转站。大哥，你终于接电话了！我跟你说，我这边可惨了，他们把我关在一个超级破的仓库里，灰尘比我家客厅地毯还厚，而且他们连个外卖都不给我点，我饿死了。大哥，你要是来送钱的话，能不能去上次那个什么什么物流？哦，对了，老朱物流那里，顺便带份烤冷面，加肠加蛋，辣要特辣。我靠，我和你说，我老想念那个味道了。你说他们是不是太抠门了，绑票都不管饭的？闭嘴！你他妈在说什么？别说那些有的没的。可是我确实是饿了嘛。大哥，我可是尽力传达了，小妹的性命就靠你了，拜托拜托。老朱物流应该是被关在某个仓储场所，时间太短，他不可能在电话里透露更多。查一下所有关的仓储地点，优先看城郊的废弃仓库。马上去查。警察甲那边怎么说？已经在全市排查了，城郊废弃仓库是重点。我现在去现场调度。干嘛这么看着我？我是真饿了。你们绑人归绑人，总不能连饭都不给吃吧？我这叫合理要求。姐，你渴不渴？要不要我给你拿点水？哎，光头大哥，我问你个事儿呗，你们绑我之前踩过点吗？问这个干什么？好奇嘛。你看啊，你们能找到我停车的位置，都知道我几点下班，这明显是提前蹲过好几天。我就是想知道你们蹲了几天，我居然一点都没发现。那以后我得加强安全意识了。3天，你每天晚上12点半左右才下楼，第二天一早又去上班，你们这些搞设计的都不要命了？可不是嘛，我都快猝死了。上班要应付客户的无理要求，现在还被人绑了，这命真是比咖啡还苦。对了，大哥，你们这仓库离市区远不远？能不能点个外卖？当然远，这破地方早就荒了，方圆1公里连个人影都没有。那件衣服是特警吧？好耶，看来大哥他们应该已经到了。不行，我得给他们创造机会。林浩，你给我死过来！怎么了？你还好意思问我怎么了？你欠了100万赌债，害我被绑到这个鬼地方。你现在缩在角落里装可怜给谁看？你对得起我吗？你对得起爸妈吗？你知不知道我因为你连命都快没了？亏我帮你交了住院费，之前给了你们10万块钱，你转头就把我卖了。你是个什么东西？我是你姐，不是你养的摇钱树，更不是你的替死鬼。我不是故意的，姐，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也是没办法了。你知道错了，你知道错了有什么用？你现在就去跟保北大哥说钱是你欠的，跟我没关系，让他们放了我。你伤人心了！吵什么吵？闭嘴，安静点。我闭嘴，我闭嘴还不行吗？你们把他赶走行不行？我不想看到他，我看到他就烦。把他挪到那边去，离他地远点。吵死了！我怎么就摊上你这么个地方？我上辈子是不是把你扔井里了？这辈子来还债。早知道会这样，那些钱我还不如扔水里，还能听个响。老大，我出去放个水，这女的太能折腾了，快去。这破地方连个信号都没有。怎么这么久还没回来？不对，行动，控制！你们怎么找到这里的？
你们对他动手了？谁打的？人呢？哪个打的？我弄死他！别动，我来看看。二哥，你轻点，疼。知道疼就好，好好长点教训。婉婉，你没事吧？他们有没有？干爹，我没事儿，就是脸上挨了一下，皮外伤。二哥帮我处理了，你看我还活蹦乱跳的，没问题。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回家，走，咱们回家。婉婉，今天感觉怎么样？还疼不疼？不疼了，二哥的手艺真好，就是这纱布还得戴几天，反正我也不靠脸吃饭。你那脸皮厚的，都快可以挡子弹了。干爹，你看三哥又欺负我。你弟林浩已经被拘留了，策划绑架，配合勒索，够判几年的了。老严，门口来了一对夫妇，自称是林小姐的父母，说一定要见林小姐一面。他们还有脸来？我出去把他们轰走。见不见，你决定。见。最后一次，把话说清楚。婉婉，你没事吧？妈听说你被绑架了，吓死了。你弟他被抓了，说要判刑。你能不能跟顾家说说，让他们帮忙痛快通融？你弟他还小，不能坐牢啊！妈，你知道是谁把我卖给绑匪的吗？就是林浩。他把我的消息全告诉了绑匪，他把我卖了换钱。他也是被逼的，那些人说要打死他，没办法才。你是他姐，你得理解他。理解他，妈，你每次来都让我理解他。他赌博，你让我理解；他欠钱，你让我理解；他把我卖给绑匪，你还让我理解。那我呢？谁来理解我？婉婉，他毕竟是你亲弟弟，你真的忍心看着他坐牢？要是进去，这辈子就完了。这条路是他自己选的，从他开始赌钱的时候，他就选了这条路。从他把我卖给绑匪的时候，他也选了这条路。不是我让他坐牢，是他自己一步步走到这里。王女士，你儿子林浩涉嫌绑架勒索，证据确凿，按法律程序该怎么判就怎么判，没有任何通融余地。你们如果再纠缠，我保留追究连带责任的权利。你一家子还有脸来？他差点被你们害死！要不是我们找到他，他现在还能站在这儿跟你们说话？婉婉以后跟你们没有任何关系。他现在是顾家的人，以后有什么事儿，我顾家会替他担着。你们走你们的阳关道，他过他的独木桥，两不相欠。这里面是10万块，拿着这钱，从今往后，你们一家跟婉婉再无瓜葛。以后再来闹，就别怪顾家不讲情面了。话尽于此，婉婉，我们进屋。怎么了，婉婉？是不是又疼了？那个，我没事儿，就是刚才门口那风有点大，沙子进眼睛了。今天风平浪静，哪来的沙子？我说有就有，你管我？行，有就有。要不要给你拿个湿毛巾敷一下？别到时候把我家地毯哭湿了，还得张叔洗。你才哭湿地毯，我这是感动，你懂不懂？好了，既然你就少说两句。婉婉，过来坐。干爹有话跟你说，婉婉，从今天起，你的事儿就是顾家的事儿，外面的人不会再敢动你，这里永远是你的家。干爹，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能遇到你们是我这辈子，不是我2辈子最大的运气。2辈子？怎么还有哪辈子的事儿？是不是脑震荡了？你才脑震荡呢！我说的是上辈子。上辈子你还认识我吗？那你这运气确实可以啊。干爹，您放心，以后我就是您的干女儿，不给顾家丢脸。我可以不靠顾家养活，
但我愿意一直做顾家的人。好，干爹就等你这句。从今天起，我不再是那个林婉了，我是顾家的人。我有疼我的干爹，有大哥、二哥、三哥，有自己的工作室，有光明的前路。系统，谢谢你把我带到了这里，这一世我会好好活下去，活成自己最想成为的样子。老板，锦兰那边刚来的消息，秋季系列入围年度新锐设计奖了，而且这个月营业额又破纪录了，比上月涨了将近1倍。那就好，说明咱们没有白忙活。任务完成，宿主已获得圆满人生。谢谢系统，一路走来，多亏有你。婉婉，过来拍照了！来了来了！ Cause I'm falling slowly in love with you 오랫동안 기다려온 너는 봄이야